中美关系缓和让澳大利亚面对教训，总理莫里森支持率创了新低，而澳大利亚工党能不能够挽回中澳关系？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澳大利亚人报这个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莫里森的满意度在降低，已经降到了44%，是过去18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我记得前几个月呢，有段时间还报道说莫里森支持率曾经还高过，只不过现在的看情况呢是不断的降，上个月还算是领先，这个月呢已经被人翻了盘。如果这个态势持续下去，有可能反对党工党会把莫里森打趴下，重新夺取政权。满意度降低的原因呢，澳大利亚媒体认为主要是外交方面丢分太严重，所以工党一直在攻击莫里森政府对中国对法国的相处方式都是荒诞不经。由于莫里森政府一系列对华的挑衅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到现在还没有停，导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受到了很大影响。不过呢，澳大利亚的政府嘴也还很硬，说中澳关系再不好，中国也会持续购买澳大利亚的煤和铁矿，还能够兴旺30年。有意思的是，不仅仅前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有网友说要抵制澳大利亚的龙虾和红酒，结果是澳大利亚政府配合了中国网友采取了行动。他们的财长、贸易部长等重要官员都要求澳大利亚企业不要参加中国的进口博览会。不过呢，说了也白说，一点没管用。西澳大利亚州还有维多利亚州根本就不吃莫里森那一套，人家西澳大利亚州州长大人自己带队来中国谈生意，维多利亚州呢是掏钱赞助商人参加进博会。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州都是工党的天下，从来都看莫里森不顺眼。原来这些州想参加中国一带一路，还被莫里森政府给否决了，这都是旧恨加新仇啊。所以呢，咱们以后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如果商店里边有澳大利亚商品，也不着急抵制。如果看清产地来自于这两个州，我们还是可以让他们挣钱的。而现在呢，莫里森还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要变了。如果真的缓和了，澳大利亚怎么办？原来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减少，那一部分美国都会毫不犹豫果断接盘。现在如果中美先缓和点关系，澳大利亚继续突出表示反华态度，那就显得特别不和谐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先是签了几百亿美元的能源合同，然后被冷落的就是澳大利亚煤炭。紧跟着这次气候大会上，主要国家都表示承诺减少碳排放和火力发电，最后大家一瞧，是澳大利亚坚决不从。因为如果大家都节能减排，澳大利亚未来的煤炭出口要砍掉80%，莫里森就说受不了。结果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在大会上跟整个大会对着干。但是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可没有帮着莫里森喊冤，反而是主要时间忙着拉上中国一起搞联合宣言。所以无论是中国的市场还是节能减排，都是美国人在忙着挣钱，莫里森在忙着帮美国人数钱。所以问题是钱从哪儿来的？莫里森政府处理中国关系的方式不仅仅让中国人愤怒，也得罪了这么多州政府和大批商人，断自己家人的财路，最后还被美国人牺牲，只能理解为别人反华都是为了生意，莫里森反华真是为了主义。所以被人说是全球唯一真心反华的政府，一点都不冤。所以到现在，如果澳大利亚人很聪明，应该选择让工党上台，那样不仅仅是中澳关系会有很大的不同，恐怕澳大利亚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都会有些调整，比如跟法国可能会修复。当然了，不是说工党上台之后，我们就能指望澳大利亚一下子跳到中国这一边。只不过呢，从工党政府和我们相处的历史来看，我们感觉到他们还是有理性的，值得我们去好好谈一谈。好，关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支持率创新低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明天再谈。